嗨，大家好，又到了5年一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了。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此前在介绍中国官员级别的视频中提到过，中国官员的职务分为党职和公职两部分，级别分为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、县处级、乡科级、正副共10个级别。党职部分主要由5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确定，通常是在秋天举办。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今年一共举办了20次。而公职则是要在隔年3月春季举办的两会上选举产生，也就是此次20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各个成员要担任政府的何种职务，要到明年的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能确定。这里有几个概念非常容易混淆，比如几届、几中、几次、么么哒等等。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几次的说法党代会和两会都会用到，用的地方略有不同。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就是第几届中央委员会。例如正在召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将选举产生第20届中央委员会。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每5年举行一次，注意这里的届数和次数都是相同的。而20大就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简称，其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则被通常简称为党中央或者中共中央。而根据党章规定，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1次全会，在5年任期内通常将召开7次，于是就有了1中到7中全会的说法，这个中指的就是中央委员会。而每次全会的侧重点又有不同，通常1中全会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，主要是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政治局常委、总书记、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、中纪委成员等等重要党内职务。而2中全会通常是在第2年两会召开之前举行，主要就是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的最终名单。7中全会会在党代会之前1周召开，一般为下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在今年10月9日召开了19届7中全会，紧接着就是16日召开的20大，闭幕后将立刻开启第20届1中全会，而明年1月将会召开20届2中全会，这样党代会的几次、几届、几中就很清晰了。而人大政协的两会则略有不同，两会也是5年一届，但届数会略少，目前已经进行到第13届，明年召开的将是第14届。之所以数字与党代会不同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毕竟中国共产党1921年就成立了，所以举办届数也就更多。而全国政协最早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直到建国前10天的1949年9月21日才召开，而第一届人大就更晚了，直到1954年9月才召开。想必很多人也注意到了，最初人大和政协的届数是错开的，直到1978年的5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5届一次会议才同步召开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不过尽管人大和政协从届数上是一致了，但对他们的称呼却略有差别。正式场合称呼人大时，届数通常放在前面，例如今年3月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。说到政协时，通常把届数放在后面，即全国政协第13届5次会议。除此之外，人大政协每年开会通常用几次来称呼，而不像党代会用的几中。好，搞清了这些量词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20大所关注的焦点。重中之重的自然就是政治局常委了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人数一般不会超过10人，上届为7人，这届不出意外也将是这个人数。而这7人当中，中共中央总书记将位列常委首席，召开并主持常务会议。而在未来，党和国家的多个重要职务也将由这7名政治局常委担任，比如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全国政协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、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，以及除第14届外的中纪委书记。14大时担任中纪委书记的魏建行只是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，而后在1997年的15大，魏建行入常，并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一职。此后中纪委书记均由政治局常委兼任。除此之外，从2002年的16大开始，主管精神文明的中央文明委主任也由政治局常委兼任，并延续至今。比如第19届的王沪宁，大家比较熟悉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，兼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，其实他还兼任了中央文明委主任，并领导中宣部的工作。另外，政法委书记也曾在2002年至2012年的第16届和第17届时短暂由政治局常委兼任。也正是这2届政治局常委人数从7人扩增至9人，而后在18大又恢复至7人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提到的各个党政职务可不全都是正国级，他们的级别高，只不过由于是政治局常委兼任的缘故。实际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规定，
除了党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外，公职里面也只有国家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国务院总理、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为明文规定的正国级职务，而以上提到的全部副职，外加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、全国人民法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均为副国级。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国家副主席，很多人误将其认定为正国级，应该是受到了本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影响。王岐山的级别被定为正国，并不是因为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他在18大时入选过政治局常委。那么无论他在担任何种公职，他的级别自然就是正国级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上一届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，他的职级就是副国，原因是他最高只做到过政治局委员，而非常委。其实想要入常又谈何容易呢？很多风云人物即便使出浑身解数，纵横捭阖，最终也都未能如愿。事实上，从1927年至2022年，一共也只有66人担任过政治局常委，这可谓凤毛麟角。目前在世的还有26位，年纪最大的就是高龄105岁的第13届政治局常委宋平。不知道20大过后又有几位新鲜面孔可以有幸入常。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党内排名次序，这个非常有讲究。常委层面理论上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集体，由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在重大问题的表决上采取简单多数制，所以常委人数通常为奇数较为方便。而每个常委的表决权并不因为其职务或资历的高低而有所区别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甚至中央候补委员名单的先后顺序，通常都反映了其在党和政府里的资历和地位，一般情况下是很少发生次序更迭的。在第14届全代会之前，常委名单次序的变更还是很频繁的，而且常委的人数也不一定是单数。例如第12届一中全会确立的常委名单就为6人，而第11届一中全会时，华国锋还是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常委，而到了6中全会时就变为了排名最后，这也预示了其后来的政治命运。但这种频繁变更的情况在14届之后就基本变化不大了。我们在观察此次20大的46位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时，排名就非常讲究。这46人主要由现任的25位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政治局全部委员和19位仍然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组成。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特殊，那就是王岐山。尽管他现在只是一名不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，但却在公职层面担任着极具分量的国家副主席，所以也就与其他18位已经完全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不同了。因此他的排名就落在了7位现任政治局常委之后，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之前了，非常特别。至于最后的尤权和张庆迪，他们是现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，职务较为重要，但由于他们只是现任的中央委员，并未跻身政治局，所以他们就被排在了18位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之后了。好，以上就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党代会的相关知识。至于新常委的名单，那就要等到几天之后的20大一中全会公布了，时间不长，各位敬请期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